你能想象眼前这一把黑色的土，在90天前，其实是一个袋子吗？这不是魔术，而是穆尼氰可堆肥分解袋在堆肥里的真实旅程。接下来3分钟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个袋子是怎么回到土里的。穆尼氰的可堆肥分解袋使用 PLA、PBAT 与植物来源的淀粉制成，这些材料有20%到50%的比例来源于植物，驱动上游产业链的绿色转型，从源头减少对石化的依赖。在微生物、温度与湿度的共同作用下，它不会留下塑胶微粒，而是转化成二氧化碳、水与生物有机质。在欧洲，可堆肥包装是减速与推动永续经济非常重要的一环。依据不同的堆肥环境，分成2种国际标章。OK Compost 家庭堆肥适合一般居家堆肥箱，而工业堆肥标章则需要更高的恒温环境，并且都要在90到180天内经化验确认完全分解。台湾在2021年也公告了生物可分解塑胶规范，正式与国际接轨。为了这次实验，我们准备了一个家庭堆肥箱，加入枯叶、木屑与厨余，调整通风，让温度维持在微生物最活跃的状态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小小堆肥实验室。很多人以为埋在花盆土里就叫堆肥，但其实埋土缺乏足够的氧气与热能。真正的堆肥包含稳定的通风环境与丰富的微生物。现在，我们把穆尼氰的可堆肥分解袋放进堆肥堆里，旅程开始。第1周，袋子开始吸收水分。第30天，表面出现破洞。第45天，体积明显缩小。第60天，袋子化为细小的碎片，逐渐分解。到了第90天，袋子已经消失不见，几乎融入土壤。袋子又重新回到土里，变成营养丰富的堆肥，能用来照顾花草、盆栽和小菜园。这就是我们心中理想的永续循环。欧美已经在政府政策的带动下，让民众把可堆肥袋和厨余一起回收。在台湾，我们也有机会建立这套系统，这需要政策与企业的重视，更需要每一位使用者共同推动。如果您家里已经有堆肥箱，不妨跟着影片一起制作小小实验室，用可分解袋做堆肥。就算家里还没有堆肥设备，也请安心，穆尼氰使用的植物基材料能在焚化炉中更完全燃烧，对环境更友善。真正的永续是生生不息的循环。穆尼氰的可堆肥分解袋来自土壤，最终回归土壤。这不只是某一个人的努力，而是你我力量的加总。穆尼氰陪您一起从生活改变世界。